小蔡说今天有个海员当了个老婆。咦，老婆怎么个当法？是给航海的人预备的，用橡皮做的，用的时候一吹气就跟真人一样。哦，那我得开个眼。假如你年轻貌美的老板娘借着来看橡皮老婆的理由主动向你示好，你是觉得天上掉了馅饼，还是老板在考验你的忠诚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看到最后一定会震碎你的三观。这是风月大师李翰祥50年前的经典之作，他将人心算计和薄情寡义演绎到了极致。故事得从一个叫邓红发的老头说起。老邓是个开当铺的有名的守财奴，家里贼有钱，就爱养鹰打太极，活脱脱一个旧时代土财主。而咱们的女主就是他的小老婆金宝。大太太死后，他被扶了正，可守着这么个有心无力的老家伙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寡淡如水。好在金宝有个贴心丫鬟小玉，经常给他和铺子里的小伙子们牵线搭桥，学习一些生物知识。这天当铺收到一件奇葩当品，一个海员当了个橡皮老婆。金宝一听就来了兴趣，这玩意不用吃不用喝，吹口气就跟真人一样，必须开开眼。他找到当铺伙计小蔡，半开玩笑半威胁的让他把东西拿出来瞧瞧。小蔡不敢得罪老板娘，只好从库房里偷偷抱出了这个假人。金宝一看顿时乐了，这玩意长得也太抽象了，简直是神头鬼脸。小蔡却嘿嘿一笑，说出了那句至理名言：当兵3年，母猪赛貂蝉，有就比没有强。金宝一听还真有点道理，自己也想试试这玩意到底好不好用，于是就找借口让小蔡晚上送到自己房里研究研究。然而金宝不知道，他和小蔡的鬼鬼祟祟早就被老谋深算的老邓看在了眼里。老邓起了疑心，觉得小蔡这小子贼眉鼠眼，肯定没安好心，于是他大笔一挥，把小蔡调到前台，换上了新来的伙计郭子祥去看管库房。老邓还特意敲打郭子祥，说自己会时常考验他的忠心，忠心就吃香喝辣，不忠心就让他卷铺盖滚蛋。郭子祥是个老实人，当场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一定忠心耿耿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老板的考验没来，老板娘的考验却先到了。老邓打算带着郭子祥到库房检查，小玉见状急忙给金宝发信号。进入库房后，竟发现小蔡竟然在仓库里偷偷摆弄那个橡皮假人。老邓当场就把他训斥一顿，并正式把仓库大权交给了郭子祥。这下金宝的资源被切断了，但她是谁？一个永不言败的女人。她立刻把目标转向了新上任的仓库保管员郭子祥。她让丫鬟小玉去传话，说老爷要出门几天，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怪闷的想让郭子祥晚上来陪陪他。小玉还送上了一份厚礼，说是庆祝他荣升库房主管。郭子祥一听这话，脑子里的警报瞬间拉满。他想起老邓的警告，你可千万要记住，对我对柜上一定要忠心呢，我会时常试探你的。立刻认定这是老板派人来试探他的忠诚度，好一招美人计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老板派来的探子，金宝是秀才，遇到兵有理说不清。郭子祥为了让金宝知难而退，也为了向老板表忠心，于是故意出了3个堪称变态的难题。他说，你要是真心的，就得先干3件事：第一，摔死老邓最心爱的冠军鸟；第二，拔下老邓视若珍宝的3根胡子；第三，敲掉老邓一口好牙中的一颗。郭子祥心想，这3样可是老邓的命根子，这下你总该死心了吧？岂料金宝听完非但没退缩，反而被激起了好胜心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他决定放手一搏，第一步杀鸟。金宝当着一众客人的面和老邓大吵大闹，说老邓爱鸟胜过爱他，每天给鸟洗澡遛弯，买康熙年间的古董壶当水杯，对自己却不闻不问。说着说着，他直接冲过去把笼子里的冠军鸟抓出来，当场就给送上了西天。老邓心疼的捶胸顿足，2800大洋买的鸟就这么没了。但他看着金宝为爱痴狂的样子，竟然觉得这是爱情的证明，又不好发作。第一关轻松拿下，第2步拔胡子。这天，金宝和丫鬟小玉拉着老邓玩绕口令，他们故意说一个巨难的绕口令：天上一只鹅，地下一只鹅，我吃鹅蛋，我变鹅。赌注更狠，说错一次就要被拔掉1根胡子。老邓自诩聪明，觉得这有何难，一口答应。结果一开口就结巴，天上一只嘚儿，地下一只嘚儿，连说了3次都说不对，被金宝和小玉左右开弓，拔掉了3根宝贝胡子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第3步拔牙，胡子被拔了，金宝假意安慰，让小玉给老邓一个安慰的吻。小玉亲完立刻大叫，说老爷嘴里有股怪味，肯定是牙坏了。金宝添油加醋，说自己早就闻到了，他爹以前也这样，就是因为一颗牙从里到外烂空了。老邓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，赶紧找来牙医。这牙医也是金宝找来的托，3下5除2就把老邓一颗好端端的大牙给拔了下来，疼得老邓差点当场去世。3个难题全部搞定，郭子祥傻眼了，但他还是不敢相信，觉得这肯定是老板下的血本，要搞个大测试。于是他心一横，提出了终极考验：有本事你就当着老爷的面跟我亲热，这下总该不行了吧？没想到金宝听了，只是冷笑一声，让他等着瞧。2天后，金宝把老邓和郭子祥都叫到了后花园的一棵梨树下。这棵树被老邓称为银树，因为他曾无意中发现，从树上看，下面的人都会变成光溜溜的。金宝娇滴滴地说想吃梨，让郭子祥上树去摘。郭子祥爬上树，一低头瞬间吓傻了。
只见树下的金宝和老邓竟然一丝不挂地搂在一起，他吓得大喊大叫。老邓在树下莫名其妙也跟着爬上树，想看个究竟，结果树下人全都变得赤条条的。老邓哪受得了这个刺激，当场两眼一翻，活活气疯了，嘴里念叨着银树，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。金宝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所有家产，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那个看起来傻里傻气的郭子祥，竟然和小玉来了个卷包会，带着所有金银细软跑路了。原来这两人早就串通一气，郭子祥的忠心不过是演给老邓和金宝看的戏，真正的目的就是骗光老邓的家产。故事的最后人财两空，金宝把当铺改成了万花楼，当初帮他拔牙的那个假牙医花光了钱，落魄的回来找他，表示自己对金宝是真爱，当初留下的牙就是证据。结果金宝丢给他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存满了牙齿，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被他征服又被他抛弃的男人。原来从始至终他也只是在玩一场游戏，所谓的爱情信物全是假的。在这个局里没有一个赢家，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欲望和算计吞噬了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发财。看到这里，你还会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吗？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